公司聚餐，我喝醉了，不小心叫了老板老公。同事们轻笑，看来是真的很想上位呢。我的老板阿道夫·斯科特冷冷看了我一眼，不会说话，喝什么酒？空气有片刻凝滞。接着，对面那个据说最难搞的项目 CEO 阿彻·金士顿冷笑了一声，他叫的是我，你急什么？我追逐阿道夫·斯科特从大学一路进了他公司，当助理只是为了离他近一点。所有人都知道我爱惨了他。某天我去送文件，听见他办公室里有声音在打趣他：奥罗拉·詹金斯，那种家庭出来的姑娘，给你当助理，你也忍心？阿道夫嗤笑，他非要来，我能怎么办？其余人也笑，也是，他从小就跟黏你。这么多年一点没变。不过阿道夫，你真不打算和罗里认真？人家可是做梦都想和你在一起。上次他家里给他安排相亲，你大半夜还喊我们出来喝酒，我当时还真以为你在意他。话音刚落，阿道夫忽然冷了脸，声音低沉冰冷。一个麻烦精而已，我为什么要在意？门外，我准备敲门的手慢慢放下，我只是抓住门把手，一把推开。里面的人没料到我出现，都是一愣，但也只有1秒。很快就都又笑起来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罗里又来给阿道夫送早餐了，是我每天雷打不动来送的早餐。阿道夫甚至没抬头，像是早就预料到，他只是下巴随意朝我抬了抬，放桌上就行。但我摇了摇头，将文件和辞呈一起放到他桌上。不是早餐，是我的辞呈，斯科特先生，麻烦您过目。所有人都呆住，几乎是涌到桌边，伸着脖子看清了辞呈上的字，又难以置信地问：不是吧，罗里，你来真的？阿道夫终于皱眉抬头，他定定看着我，你又闹什么？我将辞呈朝他推进了些。我辞职，电子版也发给您邮箱了，别忘了查收。阿道夫看了一眼桌上的辞呈，不耐道：就因为我昨晚让你加班？我摇摇头，不是，只是不想干了。阿道夫的脸终于一点点沉下去。我转身离开时，他叫住了我：罗里，现在走了，就别想再回来我身边。像威胁，又像是警告。我没回头，求之不得。房间里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我推门离开时，听见身后小心翼翼的试探声：阿道夫，他就是耍小性子，你别在意。对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多喜欢你，说不定下午就后悔了，过来求你回去。阿道夫盯着紧闭的门，冷嗤一声：谁稀罕？我将办公室里那些没用的东西都丢掉，最后才发现我没什么可拿的。看着空空如也的工位，我简直想笑，脑海中却又闪过昨晚加班时收到的那条匿名视频。包厢里，阿道夫搂着个绝色美人，漫不经心听着身旁人起哄。罗里还在阿道夫公司当牛做马呢。不得不说，阿道夫是有点本事，那位大小姐多久没出来和我们玩了？是的，追了阿道夫那么多年，我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几乎成了他的免费劳工。只要他一声令下，我心甘情愿熬夜加班，替他赴酒局，最后累到病倒。换来的不过是他朋友的调笑。这么看，罗里倒真是阿道夫身边最听话的狗。他站在一旁，晃着酒杯，没有否认，甚至还嗤笑了一声。说什么呢？我身边的一条狗而已，什么最听话的？满堂哄笑声。那一瞬间，我如坠冰窟，好冷，但也像是瞬间清醒了。我沉默片刻，安静地拿出手机，在通讯录翻到了家里最近介绍的新对象。听说是个真正很好的人，但以前我满脑子都是阿道夫，一直推迟见面，甚至还想搞砸。现在，虽然好像有点不道德，但大家都说忘掉前任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始下一任。我敲了敲屏幕，明天见个面。没想到他几乎是秒回。好，他很绅士，说时间我来定，
地点他安排。但之前我爸妈提见面时，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以至于现在我对这个男人一无所知。提前到了约定地点，我在门口迟疑了一会儿，要是认不出来，岂不是很尴尬？我来回踱步，一不小心撞到了人。我抬头，撞进一套裁剪得体的高定西装，在网上是张精雕细琢的脸，而这张脸的主人正眉眼温和地看着我。怎么不进去？他看起来就很好亲的薄唇微动。我下意识咽了口水，又很快反应过来失态，因为我认识这个男人，阿彻，金士顿，业内知名的大佬。我在阿道夫公司的目标合作对象名单上见过无数次这个名字，但传闻他为人狠戾，不近人情，极难接触，合作也从来就没谈拢过。我慌忙后退，给他让路。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我在等人，没注意，抱歉，您先请。面前的男人却轻笑了一声，詹金斯小姐。我惊讶抬头，他怎么知道我姓詹金斯？他眼底带着笑意，您等的人该不会是我吧？我傻眼了，家里只说给我介绍了一个真正很好的人，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阿彻，金士顿这个级别的。直到和阿彻面对面坐在他安排的私密包厢里，我才勉强稳住表情，礼貌微笑，在桌子下疯狂给我妈发消息。你给我介绍的对象是阿彻，金士顿，我们家现在已经富到能和他家联姻了，你们背着我发财了。我妈秒回问号，宝贝，你说什么呢？做梦了。我们给你介绍的是阿彻，金士顿的远房侄子。你小姨当时大概没讲清楚。我看了一眼对面那个正含笑看着我的男人，总不能这张脸还有第二张吧？视线对上，我没法再装忙了。我结结巴巴道，那个，您是阿彻，金士顿先生，对吧？他点了点头，又抱歉地笑了笑。是的，我的错，还没自我介绍。詹金斯小姐，幸会，我是阿彻，金士顿，您今天的相亲对象。言简意赅的介绍，但和我妈说的信息完全对不上。我脑子嗡嗡的，但是我相亲对象不是。阿彻挑了挑眉，他拿起桌上的茶杯，轻抿了一口。那小子配不上你，所以我来了。他抬眼看我，有问题吗？詹金斯小姐更喜欢他。我愣住，他说话的语气熟稔得像老朋友，我的心开始狂跳。阿彻却依旧从容，沉静深邃的眸子看着我，显然在等一个答案。我勉强开口，当然不是，我都不认识他。他轻笑出声，那我替他，可以吗？我吞了口水，可以。